说到出国啊，很多人都喜欢去日本，但最近呢，日元要涨了吗？我们来看到呢，美日是非常罕见的一起联手去干预汇市，要来救日元。好，那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的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是携手进行了买进日元的汇市干预行动。那么，川普也证实了，说是日本求助于美国，说日本饱受贬值所苦。好，但是川普一边要帮助日本，一方面还是要提一下珍珠港。我们来听一下。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We're very strong, very,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Mr. President, what is the U.S. 好，他到底是要褒扬还是贬日本呢？不太晓得川普的用意啦。但是呢，他们救日元的方式呢，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市场报道指出啊，美国此次行动中疑似是卖出欧元，而非传统习惯的美元来买进日元。好，那么学者就说了，说这种罕见的操作啊，会让投资人不禁猜想，美国是否是为了要避免日本被迫变卖美债来筹措资金，才出此下策。这种诡异的变通，不仅让市场摸不透，恐怕也会削弱美国参与干预的实际政策成效。所以说来说去，美国还是为了自己的美债，所以才去帮助日本吗？好，而日本搞好经济了之后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来扩张它的军事实力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被说有分析指出啊，日本呢拥有的钚燃料竟然是远超过了民用需求，所以就怎么样？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永核的跨越理论上呢，可以制造出5500枚核弹头但是日本政府没有明确计划消耗或者是处理境内大量的钚，甚至呢还从英国跟法国这2国加大进口所以就暴露了什么臀部研发核武是不是图谋不轨呢？但是啊，其实日本的民众呢是不希望去改变什么无核3原则的，包括了什么70%的民调非常的高有76%的民众都是支持维持这个无核3原则，也就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这3原则，甚至呢也有7%的民众呢是反对跟美国来核共抢，所以自家人都不挺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菲律宾啊，它在南海的部分呢，则是动作也是非常的积极甚至啊，菲律宾的防长啊还直接呛瞎了，说啊，在这个菲律宾海上面问题，如果有支持中国的政府官员你就不能坚持国家立场，你应该要辞职他也向最高法院来质疑他们的合法性。他在指谁呢？指的就是前总统签署的第29号行政命令那防长也说了，说这也涵盖了一切，包括我们对南海仲裁的立场，以及我们对所有问题的立场，甚至呢，菲律宾啊还提交了这个黄岩岛的海图，但是当然中国大陆呢不会不管的，所以解放军报就说啦，说中方呢工具箱里面非常的有力，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就要祭出什么3重管控我们来看到第一重是什么呢？第一重就是法律层面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核准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透过法规明确了主管机关还有执行方式以及管理目标，形成一个法律的依据。那第2层呢，就是行政层面了行政层面呢，就会依刚刚定好的这些法令还有新管理办法，要对黄岩岛还有周边的海域去强化行政管理。那第3层就是军事了，黄岩岛的演训也升级成陆海警首度模拟强制脱离侵权船只，代表未来就直接给你拖走了。他们都已经演练了，演练完了之后就给你直接拖要展现他们的执法能力，还有主权主张，甚至呢，中国也在黄岩岛旁边军演直接怎么样？直接挂载了超音速导弹。好，这个轰6K 呢是搭载了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400到500公里，是整个覆盖住了黄岩岛的海域所以现在看起来亚洲的局势呢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
我跟你讲，那个美国跟日本说是联手捍卫汇率啊，这个听听就好了啊，因为贝森特准备的钱是50到100亿美金啊，50到100亿美金有什么用啊？我认为信心喊话而已啦。这个美元跟日元的交易量啊，一天啊是1.3兆美元。那你只准备了50到100亿美元，要来买进日元，而且也不是拿美元来换日元，不是啊，是卖掉欧元啊。那请问你能卖掉多少欧元？他卖掉欧元嘛，那拿回美元嘛，然后就拿那个美元来买日元，就是这样嘛，啊，或者是用欧元直接买日元都有可能啊。你撑不下去的啦，因为欧洲也会抗议啊，你为什么都卖我欧元？我跟你讲，那个日元的币值是好几个因素决定的啦。第一个就是日本的经济嘛。日本经济是普遍看坏啊，我几乎没有看到乐观的啊。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一个财政的状况，那财政是非常差啊。日本目前的它的债务啊，250%的 GDP， 虽然都是内债，可是全世界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所以大家当然会看扁你日元啊。那你现在财政那么差，然后伊朗危机没结束，油在涨价，经济又不好，财政又不好，负债又高，所以你到底要拿多少钱出来填这个洞啊？我们用上次做例子了，日本在今年4月曾经央行护过一次盘，那一次拿出多少钱？拿出外汇存底的7%出来买日元。结果立刻就涨到155，跟今天一样，然后后来又回跌到163，为什么会撑不住？因为没有持续的力量嘛。所以我讲白了啦，日本的央行现在手上有1兆2000亿的美元的这个美债嘛，那它的寿险公司手上还有将近3兆美元的美国资产啊。如果日本央行不能卖美债，日本寿险公司不能卖美国资产，你拿什么钱来撑日元呢？那央行说我们不用了，我们有调整的方法。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说谎，你最多撑1个礼拜了，你怎么可能撑得住啊？最后外汇还是要看你的实体的金融的力量、经济的一个力量来支撑嘛。那单日的日元外汇市场的交易就是1.4兆了，我看你能撑多久？我基本上是不看好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可是美国非常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日元再继续贬下去啊，那日本到最后已经被迫升息了，那怎么办？那升息呢，就会让日元跟美国这个套利交易无利可图了。那无利可图，原来借日元去买美股的那些人啊，你要不要抛售美股啊？哇，美股就要大跌了吗？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借日元，因为日本的利息是0嘛，利息很低啊，然后去买美国的资产嘛，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美国主要是担心这一点嘛。你如果你日元撑不住，日本央行早晚是要升息的啦。那升息你套利差就会开始变少嘛。所以只能说美国还是关注自己的利益啦。另外，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部分，接下来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对抗就在黄岩岛了吗？请教张延廷将军。黄岩岛这一方面呢，中国大陆它是采取的是海警跟海军双头并进。你看它现在包含海军，它的海军上面还承载了这个直20的直升机，关键它已经变成立体了，不是只是海上海面的军舰呢。
也包括直升机，那直升机是做什么？直升机做垂降，那将来会不会垂降到菲律宾的它的海警船？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哦，不然中国大陆派直升机干嘛？上面还有轰6，还挂了鹰击12这个空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那这样子换句话说，它空中跟海上都已经布阵完毕哦，是属于立体的，不是属于平面维权。平面维权变成立体维权，然后执法呢？我们看执法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那海警船执法，它也会说强势，它原则上是重点在2个地方，第一个是重点在黄岩岛，第二个是重点在仁爱礁。那仁爱礁这一方面，马德雷3号，那中国大陆的拖船也有做演练哦，看是什么时候，他先准备好，等待下令，是今年来实施呢，还是明年2027年来做实施来收网，都有可能。中国大陆它保持弹性，但它先准备好再进行行动。所以在南海这一方面，美军他只派了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这个小船过来，上面并没有，只是一门火炮，其他也没有飞弹，也没有这个直升机。换句话说，美国在这一方面形式上是挺菲律宾，但是实质上美国军舰没有来啊，美国航母、美国的还有巡洋舰也都没有站在菲律宾这一边呢，所以美国原则上是采取避战观哦，是这个样啊。然后要菲律宾单独去面对，但是菲律宾会不会有调整？我认为菲律宾可能也会观风向，在美国没有大挺力挺菲律宾之下，菲律宾可能在这一方面它可能会走向保守，因为菲律宾内部的政局，我们知道，包含这个沙拉杜特地，也包含了这个老的原来杜特地在海牙这个国际法庭受审，他在这一方面呢。菲律宾的内部的政情也不稳定，所以在菲律宾在面临内外交迫的状况下，他可能会重视内部，把内部的政治问题先解决，再对黄岩岛跟仁爱礁再来处理这方面对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菲律宾在这方面，他可能也会身段也会做调整，按照时事的运用呢来做一个机动的变化。另外，我们来看日元。我认为日本的经济战略啊是出了蛮大的问题，让日本的经济下滑。第一个，日本买那么多美债，美国的国债39兆，12兆是国际大家买美债，另外的27兆是美国国内的这些民众企业家买美债。日本买那么多干嘛？全国际总共12兆，日本就买了1兆美债，应该先救自己。日本的经济不是先救美国。他是先救美国，那自己经济那么差，美国不准卖啊，对不对？对不对？现在变成了这个肉包子打狗，买了没那么多美债，卖不掉，你这样那日币就继续贬嘛，因为大家都一直抛日币，你抛日币买美债，那你就是日币就要贬，那日币贬，输入性通货膨胀、停滞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所以日本的经济表现变不好，然后你这样就变成内外交迫，所以日本的经济想要翻身，由空转红，我认为。还蛮困难的，所以美日联手真的能够救日元吗？为什么又是从欧元开始卖呢？我们请教大中老师。对，我提一下那个目前大家讨论很热烈的哈，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是否有可能会调整日本的核武三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核武3原则是1967年日本当时的佐藤荣作首相所提出的，好，然后4年之后，日本的国会是决议通过。它虽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基础，但是过去几十年来，基本上被日本视为是一个很重要在日本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一个重要的基石。那什么是3不？就是不制造、不拥有，第3个叫不引进核武。不制造、不拥有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疑虑。但是因为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之前，他对这个议题就曾经发过言。到目前为止，他的讲法是，他认为第3个不引进核子武器有检讨跟重新审视的必要，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日本当然不是核武国家，但是长久以来日本是按照所谓的这延伸性核组，就是由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国，提供核子保护伞来维护日本的这个安全。承担安全的重任。他说，这个所谓的延伸核组，假设是不能够让美国盟国的这个核武进驻到日本，假设一旦有危机或重要的事态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会减损所谓的延伸核组的功能。
这是高市早苗的一个讲法。但是这一次日本的媒体所做的民调其实非常的有趣，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第一个是日本民众6%、7%是反对去做任何的修改，所谓的这个非核3原则，也包括不引进核子武器。第二个，因为这几年有些人在讲说是不是要仿照这个美国跟北约之间的核武共享的方针跟政策。按照这份民调一样，7%、6%是反对的。那什么是叫做核武共享？以目前的北约而言，大概就是包括像是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跟美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怎么讲协议协定，就是美国同意部署这个他们所谓的空投式的这个核子武器，战术型核武 B6112型，在这些盟国上部署包括平常的安全维护都是由美国所控制。但是假设有必要的时候，经过美国跟盟国的共同协商，驻在国共同协商，可以让这个驻在国的空军执行这样的任务，执行这个空投战术型核子武器任务。所以目前如果要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已经比目前日本的现状越过非常非常多步。所以民众可能不是很理解里面的细节，但是对核子议题非常非常谨慎，这是一种矛盾性。第一方面是日本认为目前的周遭安全环境还是很严峻的，但是你要动到核子武器的使用的原则，绝大多数日本民意没有站在高市早苗这一边。没错，所以其实日本的民众呢是非常的反战的哈。另外我们来看到移民之乱在西班牙爆发，而且死亡人数呢是不断的攀升呐。现在呢已经累计达到了72人死亡了。因为呢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短短几天内竟然是涌入了超过了5万名的摩洛哥非法移民。那这些移民呢大多是回到摩洛哥了啦，但是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了。那现在呢？也有大约1200名示威者是聚集在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外，把这波危机形容为大规模入侵，也让原本持续升温的欧洲反移民情绪进一步延烧进入西班牙。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摩洛哥士兵呢也对于这些移民非常的不客气。外媒就报道啦，在这个休达的边境移民呢是遭到了摩洛哥士兵严厉的拦截，安全部队是朝着他们什么？砸石头，直接把石头给砸下去，让他们不准爬了。甚至还传出有人从休达自愿返回，结果呢也是一样遭到摩洛哥军队的热烈欢迎，那就是用棍棒来伺候。好，那这一起移民之乱呢，可能不仅仅只是移民问题而已，背后可能还有大国的角力吗？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来自这些移民是来自摩洛哥，那摩洛哥呢，其实跟美中的关系都还不错哈，包括了怎么样呢？在摩洛哥的国王呢，曾经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感谢川普，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条全长1055公里跨越具争议的西撒拉哈地区耗资10亿美元的公路呢，就是以川普为命名的他说这个是川普在2020年首个总统任期的末段，代表呢美国承认了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还说这会永远刻于摩洛哥人民的记忆当中。但是呢，摩洛哥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以他现在跟美国这么好，难道是要一起来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吗？所以现在就阴谋论传出啦，传出说是什么？是美以去释放消息，让移民涌入西班牙的嘛？那是谁在搞鬼呢？欧洲的独立媒体就报道其实中国呢对此是非常的警戒的就是因为西班牙它是支持加萨成了巴勒斯坦国嘛，所以呢屡屡让以色列难堪，甚至跟美国也闹翻了。因此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就是摩萨德就煽动了这一场摩洛哥的移民危机，还派遣特工渗透这个要借此危机呢把西班牙给逐出欧盟。那中国当然是非常的警戒啦。中国呢也启动了情报机构，该局呢近期也活动增加，
主要呢就是集中在监控摩萨的人员在实地的行动，尤其是在伊朗还有埃及。那目的呢就是保护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利益跟投资，很怕呢遭受了西方、以色列跟美国的渗透。好，所以美中之间呢，是不是也在这一场移民之乱有一点角色、有一点角力呢？那另外来看到科技战的部分啊，AI 的模型啊，真的是。美中呢是打得越来越火热了，尤其美国最大的外送平台之一达世近期呢又卷入了美中科技战因为公司内部呢是测试使用了中国 AI 新创企业月之暗面旗下的 Kimi 用于协助软体开发，但是呢，美国国会2大委员会都展开调查，要求他们呢要提供相关的资料，说你为什么得要去使用中国的 AI 模型呢？这可能会为国家的资安带来风险。但是不仅仅是美国啦，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在提防着美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中国政府呢就正在研拟新的法规，准备要对外国用户存取中国最先进的前沿级 AI 模型来施加限制。那么美国国会也是一样啊，持续要围堵外国势力透过云端服务取得受管制的美国敏感技术。好，但是啊，两方一直不断的在提防，但是民间的企业还是一样不断的在用彼此的 AI 模型，甚至呢，中国的军事 AI 呢也已经向 GPT 还有 Cloud 来取经了。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啊，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呢就曾经利用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的 AI 模型训练，可以在军方内部网络、无人机以及战术设备上运作的一个中国模型，就是什么样？就是去蒸馏嘛。好，那这个 GPT 3.5 摘要敏感军事程式码 ，Cloud 呢则是去生成社群监控训练资料。那模型呢部署无人机后，即便通讯中断了，没有人去操控了，但是啊，无人机还是能够及时分析影像，自己去导航，自己去选定目标。好，所以这看起来啊，美中的对抗真的是从 AI 方面，连西班牙的移民都有影子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次摩洛哥到西班牙这个移民潮啊，事实上是西班牙引起的啦，因为西班牙突然宣布让境内的摩洛哥移民全部合法化，所以就让一堆人啊觉得搞不好赶快抢进啊，只要进去西班牙，那不久就可以得到合法的权利啊，所以就导致。我不知道这个背后有没有以色列的影子因为以色列对西班牙不满，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因为西班牙支持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作战非常有意见，而且还不让美军使用基地那中国大陆刚好在欧洲最好的国家就是西班牙，而且摩洛哥长期以来就被人家当作非洲要进入欧盟的跳板，你不要以为摩洛哥在非洲其实你去你完全不觉得那是非洲了，因为它有一大堆法国殖民留下来的东西了而且还参加了2战，所以有一大堆人变成法国国民了摩洛哥它的经济又非常的自由，所以呢。他就跟欧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为什么他会成为中国进入欧盟的跳板？因为它面积很大，你不要以为它很小，它人口有将近4000万是一个不小的地方那可是相对于欧洲，当然所得要少很多啦所以当然就造成很大的诱因，让他们想去欧盟嘛那中国大陆当然是。长期在经营摩洛哥，也签了一带一路，然后又跟西班牙这么好，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希望不要乱嘛，所以在里面有没有美国？美国现在对西班牙是很有意见的那美国会不会跟以色列联手来制造乱局？我坦白讲，这个移民潮不是一方说动就动得起来的啦，主要也是因为西班牙。让所有的人的就地合法所以才会使得摩洛哥的老百姓觉得有机会赶快冲心痒痒。美国那个时候不是也搞过这个吗？让移民
有一段又合法化嘛，就那时候非法移民就一大堆啊。其实摩洛哥的角色有点像墨西哥了，就墨西哥要进入美国啊，也是一个跳板啊，有点像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因素很复杂啦，就是说中国有没有特别操作避免动荡，我觉得可能也有，因为真的蛮重要的。那中国大陆也认为摩洛哥稳住，也有助于它去发展整个欧洲嘛，整个非洲啦，还有跟欧盟的关系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啦。那至于这个人工智能之争啊，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啦，因为川普已经表明了，说他不想进了。目前矽谷有200家公司联名向川普请愿了，说不要进中国的大模型了，进了我们会破产，因为美国太贵了嘛。所以川普也听到了，那他是不是要去限制中国大模型到美国？他在犹豫，他只讲了一句啦，说我们要维持领先呐。那到底使用中国模型是有助于我们的竞争力，还是让我们被中国吃掉？对，他在做评估了。没错。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美中的 AI 战是越来越升级了吗？请教雷大中老师。对，因为目前看起来好像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如果是长期竞争的话，科技应该还是最后决胜的关键。那这里面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 AI 啊。那如果根据黄仁勋在今年年初他的这个演讲里面特别提到说，AI 的发展其实是可以用好几个层面，它是用5层蛋糕理论去看，意思是说你大概没有光看一个面向来去决定说谁比较优势，谁比较落后。那这5层蛋糕里面的5层是什么呢？那可能第一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源。好，能源包括各式各样的这个再生能源、核能等等等等。那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是美中做一个比较的话，可能中国大陆稍微有一些优势因为除了各式各样的能源之外，它是能源大国，而且它具有国家调配能源使用的这个很重要的能力。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所谓的晶片。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美国还是具有它的优势。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黄仁勋所讲的 AI 工厂，这里面可能包括这个资料中心、云端运算中心冷却高速的这个网络的系统等等等等，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可能美国还是有一些优势。那第四个就是所谓的模型。好，刚才大家所讲的模型，那这里面是美中之间各有擅长，可是美国优势稍微多一些。最后很关键就是 AI 的运用，包括不管是医疗啦、教育啦、国防、经贸、金融等等各个领域机器人。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可能中国大陆的潜能还是比较大，或是说美中目前来说是差距最小的一环所以这几个可以一并综合去看，环环相扣5层。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西班牙的移民之乱背后竟然有美中的角力吗？请教张将军。我认为这也是个经济考量，美中角力也有多少有一些。我们看摩洛哥，因为摩洛哥穷，北非，但是它穷啊，那是不是就往欧洲跑最方便？那直布罗陀海峡最窄的地方才14公里，坐个船半个小时的，你看他们坐个皮筏就行了，对，这就过去了嘛。摩洛哥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还不到4000块，你跑到西班牙。西班牙现在国民所得32000块钱呢，马上8倍哎！我带他们去随便找个工作打个工都好了。我在摩洛哥苦哈哈，然后我就跑到休达就是西班牙的领地，那直接休达直接坐个皮筏就14公里，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就到西班牙，随便找个工作打个工做什么就有钱赚了，何必要在那个摩洛哥苦哈哈？好，那大家就往摩洛哥就往西班牙跑。
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各位观众朋友，毒油事件延烧到现在，是不是让人家很傻眼呢？现在更爆出什么？说国营事业啊，台糖，他5月就知道中联的油有问题了耶，但是他有选择通报吗？没有，继续盖牌，继续护航吗？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英伟他就连发4文啊，去轰这个毒油事件了。哦，他这个发了4文是包括什么呢？他提到啊，针对台糖在5月的时候就验出中联供应的粗油含有1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一事，他质疑台糖跟经济部明知毒油问题，却没有主动通报，痛批政府啊，毒油不通报，毒油不下架，这个政府不能要了。好，所以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政府还能够继续让他执政吗？真的是非常离谱，而且呢，民进党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庄瑞雄，他竟然说：“哦，为什么知情不报啊？报了之后也无助食安呐？有没有助食安是你这个立委自己说的算吗？”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是知情不报还是刻意盖牌呢？我们从时间序来看呢，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5月15号的时候呢，台糖就已经验出了中联毒油竟然是超标了7倍。那在3天之后呢，台糖就退货了，311油槽退货了，但是它只有退货，没有通报。那继续啊，就人民就继续吃这个毒油，吃了2个月一直到中联原本想要继续盖牌，发现呢好像有内部的人消息走漏了，包不住火了，所以才通报毒油。好，那7月16号的时候，台糖也出来发新闻稿了但是呢，死都不说自己早就已经查到毒油超标的问题了。好，为什么不敢说呢？是要帮忙盖牌，还是要逃避责任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不用通报啊，大家都可以来照样造句。我们来看网友是怎么样照样造句的首先呢是如果呢你看到餐厅的食材发霉，反正你没有吃到是不是也是不用通报呢？因为按照中央的标准没有通报的义务嘛。好，那另外呢，你看到食品过期了，继续在架上，反正不是你买，所以一样不用通报吗？你看到有人在排废水反正不是流进我家，所以也一样不用通报吗？甚至你看到有人性骚扰，反正不是对我，所以也不用报警吗？好，这个呢就是赖政府毒油案神逻辑的照样造句，大家学会了吗？反正我验到原料有问题，不要买就好了，不用告诉大家都不用警觉。好，甚至呢，这个经济部也说啦，因为台糖没有通报义务因为呢这个通报义务不用无限上纲啦不能取代对法定构成要件的法律分析不能成为。但是呢，我们来看看高检主任怎么说你这个通报义务这句话是不是被你经济部给无限上纲才对呢？因为呢，你取代了法定构成要件的法律分析，你淡化了台糖的法律责任不能无限上纲的是你行政机关对于法律的解释。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大家都看不下去，连高检的这个主任检察官也都看不下去，出来骂了但我们来看到是不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上行不正下梁歪呢？我们来看到这个 easy way 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是 easy way 吗？就是好多有在国外购物的民众如果你要把这个产品运回台湾的时候，你都一定要报关嘛。那政府呢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去下载什么 easy way， 就是这个报关系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个 easy way 竟然不是官方的，是民间自己做出来的 app 让大家使用的所以被大家发现了之后就担心说，那我的个资我买了什么，不就被你给掌握了吗？好，对此呢，关务署长就出来澄清了，说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关务 Easy Way易立委最近引发了个资等争议他说呢，我们没有强制大家使用啦。这是他们今天特别出来开记者会，因为大家就很怒。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关务署是怎么说的他说呢，民众没有被强制使用那这个线上委任主要都是为了降低冒名报关还有个资遭盗用的风险，甚至说这个关务署呢跟这个厂商之间没有委托建制或者是营运的协定或契约这个 Easy Way 呢是关贸网络自行建制的一个加值服务，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强制使用啦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购买过国外的东西，你就知道它是怎么要求你一定要用的嘛所以网友马上出来打脸啦，说对啦，你是非强制
制啦，但是线上就只有一家能选哦。好，还说啊，当初推出的时候呢，就强制海外购买都一定要用，还说啊，现在政府风气都被玩坏了，就是死不认错。我们就来看看2025年的时候，财政部是怎么公告的。好，他就说呢，自这个2021年起呢，海关要分阶段推动预先确认委任进口快递货物报关之前呢，都必须先通过 EasyWay 来实名认证，完成这个线上委任报关才能进口。所以是怎么样？他是说必须所以这个必须难道不是强制吗？而且我们来看到他的网页上面，也就是直接贴上去啦。2026 3月1号起呢，全面实施。所以这难道不是强制吗？网友就说了，对啦，反正因为他写的是必须啊，所以呢，至少不是强制这2个字，所以就不是强制咯。还有人说非强制等于没人逼你买国外网购，还说啊，你没有 EasyWay， 连个集运仓都卡你，那你还要报个什么关呢？这就跟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一样，根本就没得选，只能使用这个啊。所以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凡事都是民进党说的算吗？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这 EasyWay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在用啊。你每个礼拜都买？它下面都会有报关公司跟它配合嘛，可是不是固定的，它可能是这样抽签那就轮到这家公司，那家公司就会叫我到 EasyWay 上面去填一些资料然后速度就非常快，大概隔1天就到了。如果没有的话，就一直卡住所以我估计这个应该是某个私人企业那跟海关就说我们有大概一大堆报关行来跟你合作了那他是有月费的那确实造成报关上的方便这个我也必须承认不过这个跟个资有关那我坦白讲，你现在电商难道没有个资吗？那你怎么敢留呢？你到 PC 用到 Momo， 你也是要留个资那你买什么东西，他也会留下资料那你怎么不去抱怨这个呢？可是报关是给一个政府来抽关税的，结果竟然是一个私人。不是，这个不是关税有的是关税，可是他同时会帮你处理好。说，这个部分你要付多少关税，等于是那个报关公司上网给你一个程序上的方便那个报关公司会告诉你要缴多少关税。因为我每个礼拜都有东西进来我就不讲我买哪一家了可是都是从国外寄来的，不是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那才会经过，它就会大陆的也会经过 EasyWay， 都会那我并不觉得这个有那么争议了，因为如果你常常在电商购物，你的资料本来就会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解释清楚了。所以那个 EasyWay 我看他出来开记者会很生气说我又没逼你用所以我们没有选其他的。现在有这个2句名言了，又没逼你吃，又没逼你用而且这个 app 不是政府直接营运的全官方机关可是就是只有他啦，对，就只有他，没有别家啦，所以他的争议是在这里啦。就是说感觉很图利特定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有招标案啦。对，那结果就是说我要做一个 easy 通关嘛，所以就叫 EasyWay 那请你来标，那就只有这个。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误以为这个应该是政府的吧？对，大家真的都以为这是政府的，就竟然不是。我跟你讲类似这种东西多了。你以为你验车是政府的吗？监理站，民间代验到民间代验那个是代验，我们知道是代理那你的资料不是被他拿走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也是一样是政府有一个 EasyWay 的标案，那有一个公司就来标这个案嘛。所以就跟关税署无关了。可是他必须要代理关税署帮你报那个关税多少钱呢？那你就要去付那个钱，他可能有代收啦之类的啦。
我们台湾其实蛮多这种东西的，比如说你到 7-Eleven 不是代缴一些钱，那个也是民间机构啊。那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资料被他拿走？比如说我去代缴各种税款，理论上那个员工啊，也可以回去好好研究我的资料啊，理论上啊。可是这个数据跟这个数据差很多嘞。这个数据就是你从海外买东西嘛，很多啊，万一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买，它全部都可以掌握因为你不只是买这个，我知道了，可是就是从海外进来的东西啦。对。那这个跟我们在国内的电商不是一样，他也可以掌握我所有的资料，没错，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忌讳了，我知道有人忌讳了，那你如果忌讳，我也没有意见，那你就自己办嘛，你就自己照你的报关函去跑，那个钱会比 EZ 要贵很多了，就是这样。好，不过这个 EasyWay 的这个官股民营，财政部还是最大的股东啦，有36.1%啦，但是面对这个民众的一些疑问呢，政府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方式？那民众能不能够接受呢？我们先来请教张彦廷将军。我认为像台糖的这个毒油事件呢，应该让人民知道啊，为什么要盖牌，为什么要遮遮掩掩，这是罔顾民生呢？因为大家都会买台糖产品，不是光只是油，它好多东西耶。那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不合格的？哪些东西成分是有问题的？有没有让老百姓知道呢？民进党当初在野的时候，问那个问政呢，好像每个人吃了炸药一样。现在他执政了，为什么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没有一个人负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当初怎么样要求别人，现在就应该怎么样要求自己，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啊。当初不是一直要求国民党要如何如何，现在通通躲起来，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问题，还盖牌。那我们到底多少的老百姓吃到了这些毒油，吃到这些毒食品，到底还有多少？那现在为止还有哪些还在盖牌当中？一定有，他不说，那就这样子了。那就是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该负责任、该下台、该道歉的赶快做，不要尸位素餐，拿个老百姓政务官的待遇一年年薪好几百万呢。那你拿了这些钱，你有没有为这些老百姓、升斗小民、市井小民来负责个责任？有没有？我认为这个非常不应该。当初怎么样要求别人，现在应该严于律己，要求自己才对呀，这才是责任政治嘛。那我们现在看呢，他这个现在打躲避球，我认为这个风气有没有败坏官箴啊，败坏社会风气，这个非常不好。我认为政务官要树立个榜样。今天我这个责任是由我负的，我就挂冠求去，为我的这个责任，我来负完全的责任。没有人挂冠求去，通通尸位素餐，躲在那边，事也不做。就跟我是说，比如说我们国安高层，现在士兵缺了5万多人，没人管，没有一个人到学校去招生，放任买武器、买装备、买子弹、买炸药，很热衷，一直在投标竞标，在那边从中拿好处。但是你为什么这些志愿役士兵缺了5万多人，不闻不问，没有一个国安高层愿意出面到大学、到高中去招生？没有，就这样子。弄钱非常热衷，捞钱贪污很热衷，但是你为什么不为国安高层、为这个建军备战好好去努力，好好到学校去跟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投笔从戎，让他们来从事志愿役，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建军备战？不是民进党一直要搞抗中吗？抗中要强调实力啊，结果现在放任的缺那么多的志愿役士兵，然后放任不管，好几年下来，然后大家好像这个非常积极的主张，但是呢，听者渺渺，民进党根本不当一回事情，怎么会这样？食安问题也是依旧如此。所以民进党在野的一直要求别人，自己一当政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专门搞选举，专门捞钱，然后去骗老百姓、骗选票。好，老百姓毕竟呢忙营生、忙赚钱、忙这个求生、忙上班，都是这个样啊。那他们很多资讯都重置来自于电视，来自于媒体，这些媒体又被民进党控制住，
让很多的这些老百姓呢，他被扭曲啊。但是我在跑的时候，基层跑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没那么好被骗，他一直是这样说，民进党是比较骗啦，那公开543的，那无接人，都这样讲啊。老百姓慢慢都在觉醒了，而且不是个案，不是，这是很大宗，是非常多的这些老百姓是这么讲哎。关键我认为这个民众都在觉醒当中，我认为民进党赶快，该负责任的负责任，该道歉的该道歉，该下台的就下台，来为这个政治责任树立一个样本，甚至树立一个典范。不过台糖真的是没有这个通报的义务吗？还是说就算通报了，民进党政府也不会管呢？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 Easy Way 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出发点啊，或是政府的一个想法啊，或是用这个 App 的系统哈，应该是利益良善啊，因为的确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哈，比如说那种冒名顶替哈，冒名这个购买一些商品哈，可是里面可能是一些违禁品啦，好，或是一些毒品啦，管制物品啦，哈，或是一些枪械弹药的一些零件，哈，这些案例的确是非常多哈。但这个例子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可以看到，我觉得政府在面对社会大众一个政策推出来，因为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它是2021年之后就逐步实施，到今年要全部推动。我觉得你的沟通，还有你的一些怎么讲政策的沟通，还有社会一些说明能力，其实不够的。然后再加上面对一些这个网络上其实发酵很快媒体的质疑，大家的质疑，你的回应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够及格。好，因为我刚刚讲利益良善，除了这个要避免我们讲的这种冒名顶替这种不便之外，其实它也在报关上其实可以增加效率的。那老实说也蛮符合现在全世界在走的这个什么数位治理啦，好什么实名认证啦，好什么电子这个签名等等等等，看起来都是好的。那可是，在执行面上，老百姓还是有这么多的疑虑啊。像刚才亮哥有特别提到说，的确，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资安的疑虑啊？这个你的一些个资泄露，或是有些人还说这个政府有可能把这个，因为我们介入很多的东西，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做其他的一些运用，知道我的一些个人一些购买的一些习惯等等等等，这些对于政府没有太多的信心，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些人，我看到网络上的讲法是说，他觉得有必要下载这所谓的 App 吗？好，我可能是很偶尔买了1-2件商品，我必须要这样做，到底符不符合比例的原则？那还有人认为说，就像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选择权还是很有限即便是政府说你可以做其他的，但是摆明了其实就是一个 easy way， 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选项而已，我几乎是没有其他的选项。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利益是良善的，但是这只是一叶知秋。可以看到政府很明显，这么重要的事情是老百姓每天会接触到的事情，但是呢，可以看到沟通能力是不足，政策宣导不足。那遇到民众反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回应基本上也不够高明。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而已。老实说，这不太涉及任何那种政党的攻防，是老百姓在面对的那种一般生活的问题。好，因为很多的民众现在都在网络上面购物嘛，去国外买东西呢，就不用出国了。